大家好，关于美国总统拜登健康状况不佳的全文，以及他在公共场合的实际表现，越来越多美国人质疑他能否胜任美国总统这个位置。加上前段时间在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首场辩论失利，81岁的美国总统拜登被他的党内呼吁退选。当地时间7月21日，拜登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公开信，宣布退出竞选。另一方面，贺锦丽露出了经典式的灿烂的笑容，这立即成为全球头条重大新闻。接下来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比如说关于他的退选啊，对美国以及全世界将产生什么重要影响啊等等。我想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特朗普离再次当选又近了一步，然后会想到乌克兰战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将会结束等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刚刚获得消息，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马上前往北京访问，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喊话普京进行谈判，估计与拜登退选、特朗普可能大概率胜选有关。解决俄乌危机需要中国从中斡旋，估计是乌克兰方面请求访华的。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报道以及随后的网友评论。拜登放弃美国总统候选人资格，最后压力可能太大了，美国总统拜登将卸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职。不过他希望完成自己的正常任期，他提议由副总统贺锦丽接任。美国总统乔拜登将不再在11月的大选中竞选连任，这位民主党人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退出美国总统竞选。最近几周，由于年龄和精神状态的原因，这位81岁的老人在自己的党内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好，以下是发表在 X 平台上的他的公开信的全文。我的美国同胞们，在过去的3年半里，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我们在重建我们的国家，降低老年人的处方药价格，将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扩大到创纪录数量的美国人等方面进行了历史性的投资。我们为100万接触有毒物质的退伍军人提供了急需的护理，通过了30年来的第一部枪支安全法，任命第一位非洲裔美国女性担任最高法院法官，并通过了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气候立法。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于更好的领导地位。我知道没有你们，没有美国人民，这一切都不可能完成。我们共同战胜了100年一遇的流行病和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我们保护并维护了我们的民主。我们重振并加强了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联盟。担任你们的总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虽然我一直打算寻求连任，但我认为为了我的政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我应该退选，在剩下的任期内专注于履行我作为总统的职责。本周晚些时候，我将向全国发表讲话，详细说明我的决定。现在，请允许我向所有为我的连任竞选而努力工作的人表示最深切的感谢。在这份工作中，我要感谢贺锦丽副总统，他是一个杰出的伙伴。请允许我对美国人民对我的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我相信我一直以来的信念，只要我们齐心协力，美国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我们只需要记住，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好，朋友们，我们继续看德媒报道。戏剧性的转折，拜登在临近大选之际退出，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给本已是历史性的美国大选带来了更多混乱。这位民主党人在一份声明中写道：虽然我有意寻求连任，但我认为退出并在剩余任期内专注于履行总统职责，符合我的政党和国家的最佳利益。本周晚些时候，我将向全国人民更全面地阐述我的决定。拜登宣布这一消息后，还在社交媒体上提议由他的副手贺锦丽作为替补候选人参选。与特朗普的电视对决惨不忍睹。6月底，拜登在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电视对决中表现失常，遭到强烈批评。在交锋过程中，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经常手足无措、思维混乱、张口结舌，而且经常无法正确地把话说完。由于拜登的年龄，民主党内部和民众对他的连任野心已经有所保留。
但在这场对决之后，关于拜登是否适合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争论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而且是在公开场合。拜登倔强地坚持参选。辩论结束后，拜登的民调支持率再次大幅下滑。在他所在的党内，一个接一个的人敢于公开呼吁拜登退出总统竞选。拜登总统本人最初试图为自己辩解，他解释说，他的表现不佳是因为出国访问太累了，他没有听从顾问的建议，过度透支了自己。在各种场合，他都表现得很倔强，并一再向公众保证他不会退选，但更多的失误接踵而至。最后，来自他党内自己的压力变得太大了。在过去的几天里，拜登因感染新冠病毒而躲进了自己的私人住所，也没有进行任何公务活动。在被迫休息期间，他现在决定向党内同事的压力低头。民主党现在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洗牌，组织接班人。最近几周，拜登的副手贺锦丽越来越多地成为接班人选的焦点。现年59岁的他，迄今为止在与拜登并肩作战的副总统职位上依然表现苍白。但最近鉴于拜登的弱势，他得到了一些重要党内同志的支持。民主党将于8月中旬在芝加哥举行的党内会议上正式提名总统参选人。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德国国际电视1台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非常好的决定，非常敬佩，希望能有一位优秀的参选人竞选。下一条评论：很好，但太晚了。下一条评论：晚了4年。下一条评论：哈哈哈，右边这张图很好笑，大家看见没有？估计是拜登刚宣布退选，司机同志急忙给老拜登发了3条信息，还打了无数通电话，但没有接听。司机说：“请回答，我很害怕，还会给我钱吗？”最后就是接连拨了52次老拜登的电话，但总是无人接听。呵呵呵，当然这不是真的啊，但估计呢是司机同志的心态。下条评论，这位网友说：“我就不多说了。”下图是德国总理与拜登，就像学生与老师一样。图上的文字是德国总理的原话：“乔拜登能胜任总统的工作。”舒尔茨为美国总统辩护，反对批评拜登的高龄。下一条评论：谢谢，必须阻止民粹主义者特朗普。下一条评论：很难判断这是否是最明智的决定。乔拜登闻名全国，可以动员群众支持他，要在几个月内找到一个有类似号召力的人选并不容易。下条评论：现在奥巴马的老婆会参选吗？下条评论：除非有出人意料的参选人，否则特朗普赢定了。下条评论：拜登是杀害儿童的凶手。德国知识说明，估计是指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吧。下一条评论：老迈的拜登是否亲自决定此事尚存疑问，更不用说他是否知道自己退选了。哈哈哈。下一条评论：我认为这是勇敢和正确的，但现在已经无可救药了。对美国来说，这将是黑暗的4年，非常黑暗的4年。下一条评论：退选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民主党现在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参选人来阻止特朗普。下一条评论：很好，少了一个战争贩子，其他人也会跟进。下一条评论：完全无法理解的是，这个决定竟然不是在2年前做出的。当然，毫无疑问，即使是年事已高、半痴呆的拜登和他的手下也比特朗普强1000倍，但这仍然是惊人的。下一条评论：这个人贴出的美国2025的图非常惊悚啊，好像内战过后的场景。下一条评论：民主党精英、商业媒体和亿万富翁捐助者成功的迫使民主党选民选出的参选人退选，就因为他在民调中落后于其他参选人。下一条评论：现在就让他下台，如果他不适合连任，那么他现在也不适合当总统。下一条评论：今天对2个阵营来说都是悲伤的一天，左派们失去了年迈的拜登，爱国者失去了为特朗普助选的最佳人选。
我们看看德国中间偏左媒体德国时代报的网友评论，报道就不用看了，因为都大同小异。第一条评论：令人尊敬的拜登先生，退选的有尊严，您是一位好总统，我会想念您的。下条评论：谢谢你，乔拜登，我们欧洲人不会忘记您这位伟大的跨大西洋主义者。下条评论：我不在乎他上楼或下楼走得很慢，也不在乎他表达思想的时间长短，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是他的能力、道德和诚实。下一条评论：美国人、美国及其民主，还有盟国都会感谢乔拜登，上帝保佑您，总统先生。下条评论：我向他表示敬意，他做得非常正确，不仅是为了美国，也是为了他自己。现在竞选活动终于可以专注于实际性问题，而不是年龄、唐纳德·特朗普的精神状态和他的病态谎言。下条评论：对于所有捍卫民主和科学的人来说，希望特朗普永远不要再成为美国总统。他否认气候变化，煽动反对民主的起义，鄙视除了他自己之外所有人。他还任用各色狂热分子。如果他当选，世界将陷入黑暗。下条评论：唐纳德·特朗普将他们一网打尽，暗杀他的人死在楼顶上，而唐纳德·特朗普却举拳向天。他所在的政党在没有任何竞选对手的情况下提名了他，他的竞选对手对他来说只是瞌睡虫乔。退选，甚至查克·诺里斯现在可能也对唐纳德·特朗普敬而远之。民主党现在必须找到并提名一个替代人选。下条评论：我衷心希望美国人民能从乔拜登的这一决定中看到机遇，并希望唐纳德·特朗普不会再次当选。下条评论：我认为他现在就需要离职，如果他不能再次参选，他现在怎么能管理国家呢？下条评论：非常漂亮的退选声明，我深受感动，希望美国人民能对此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希望民主共和两党和民众能在两极分化、身份政治、民粹主义和阴谋意识形态的趋势中找到出路。下条评论：我曾支持乔拜登2020年参选，还为他们加油鼓劲了好几天，但现在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贺锦丽是一个不错的替代选项。下条评论：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尊重拜登的决定，我希望这不是民主党在背后捅刀子，而是让该党在大选中有所作为的必要步骤。希望美国人能做出有利于民主和人道的决定。毕竟在法国，没有人会想到右翼会得不到绝大多数的支持。贺锦丽如果他被提名的话，现在肩上的担子很重，我为他祈祷。好，朋友们，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中间偏右的《世界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我认为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德国公共媒体将每天给人民喂养贺锦丽是如何积极、民主、觉醒、和平、聪明和具有强大领导力的。下条评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答案：特朗普将成为总统。作为西方世界的自由卫士，乌克兰冲突也将很快得到解决。下条评论：一位所谓专家刚刚在德国公共电视上说的话令人毛骨悚然。据他所说，贺锦丽是唯一能击败特朗普的真正替代，可能连美国民主党的顽固乐观主义者都不敢相信这一点，但美国的左翼绿党却绝对相信。事情已经定了，无论美国主流派喜欢与否，特朗普都将获胜。下条评论：不知为何，我感觉德国现在有8400万美国专家，他们都最清楚美国人应该投谁的票。如果其他国家的意见与德国人不同，那就糟糕了。世界应该建立在我们的品格之上。无论谁当美国总统，我们都必须接受现实，就这么简单。世界将继续运转。如果特朗普成为总统，美国也不会成为独裁国家。美国的制衡机制要比德国，尤其是欧洲好得多。像冯德莱恩夫人或舒尔茨先生这样的人，在美国是永远不会成为总统的。任何真认为特朗普将成为下一个独裁统治者的人，肯定是好莱坞电影或者德国公共电视台的节目看多了。下一条评论：
特朗普又次找到了正确的词语，他一定会赢，因为民主党那边还有谁会这么快形成战斗力来抗衡特朗普呢？下一条评论，我支持贺锦丽参选，因为这将大大增加共和党团队特朗普万斯再次获胜的机会。下条评论，在一场对拜登不利的辩论之后，拜登的纸牌屋突然倒塌了，事先就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老年痴呆问题，这是民主党和自由派媒体自取屈辱。下条评论，特朗普将取得更大的压倒性胜利。下条评论，在德国的许多公司中，担任管理职位的年长白人男性也被年轻女性强行取代，这就是所谓的多元化。尤其是在危机时刻，多元化的人是否会比老男人做得更好，那就更值得怀疑了。祝拜登一切安好，祝特朗普好运。下条评论，究竟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北溪输气管，并给我们造成了无数损失？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吗？还是拜登会把这个秘密带走？下一条评论，说实话吧，在选举之前，记者们可以写出上千篇关于大选可能或者即将如何的文章，特朗普肯定会成为总统。下一条评论，这里任何声称特朗普将捍卫西方自由的人，可能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昏睡。下一条评论，特朗普被2个亚洲人蒙住了双眼，金正日和普京。下一条评论，欧洲的情况不妙，他们都压上了拜登这块牌。他甚至打电话给冯德莱恩，称她为女总统。他当时几乎自豪的要爆炸了。舒尔茨在未通过联邦议员的情况下，与拜登就美国导弹在威斯巴登的驻扎问题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谈判，更不用说北溪2号了。拜登退选，不仅让美国民主党，也让欧洲各国政府首脑，尤其是马克龙和舒尔茨，都将面临艰难的困境。下条评论，有意思的是，像德国一样，美国的主流媒体牢牢掌握在左翼手中，包括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球广播公司、纽约时报，近年和近几个月来却对拜登的健康状况轻描淡写，并对任何敢于对此思考的人进行攻击。谁说左翼媒体没有虚假信息？下条评论，败选对拜登来说很难，但我觉得这样更好。下一条评论，同意你的观点，很难想象一个年事已高的人竟然会成为别人的笑柄。别忘了，这种危险潜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而且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下一条评论，我非常欣赏拜登先生，但他年纪太大了，不适合继续担任总统。我认为他现在应该过上轻松的美好生活。下一条评论，我不会说他太老，不幸的是他病了，但他的对手也病了，而且症状非常严重。下一条评论，特朗普肯定赢。下一条评论，你们绿党注意啦，可以这样退选的。下一条评论，感谢乔多年来的跨大西洋友谊。下条评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对他来说可能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他几十年来忠心耿耿地为美国效力，值得尊敬。好，今天就此打住。请问你们觉得特朗普真的能站稳脚跟吗？